呀，来了，我们到了，累不累啊？还行。快点坐吧，快坐吧。哎，你们教会这次领导抓捕、善后工作都处理好了吗？处理完了。那应该学到不少功课吧？是，显明了我很多败坏缺少。这次处理善后工作，心里一直很胆怯，就怕自己也被抓受酷刑，还差点放弃本分。只是凭着祷告，凭着良心，把善后工作处理完了。可总觉得这是个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再临到恶劣环境，说不定就能放弃本分，背叛神啊。不临到环境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自己有信心；临到患难试炼了，身量就全显明了。是。记得2016年，教会领导大抓捕，我跟你一样，也有胆怯软弱。当时我在教会尽教官执事的本分，教会带领被敌基督打压整治，我在消极当中，失去圣灵做工，被撤换了。上层带领就嘱咐我，说教会里的敌基督还没被完全显明，弟兄姊妹呢也都还没有分辨，希望我能和杨月姊妹一起配搭，担起教会的各项工作。后来因着我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体力和精力够不上，教会准备给我调整本分。还没等调整呢，2017年7月2号那天啊，上层带领约我和几个姊妹一起聚会。我像往常一样，在约好的时间来到了接待家。可没想到啊，左等右等都没人来，怎么回事啊？我当时也纳闷啊，只好去杨月的住处找他。我敲了好几次门啊，都没动静。我心里有些忐忑不安，就怕姊妹被抓出事儿。没成想啊，过了2天，陈慧告诉我，杨月和2个上层带领那天都被警察抓走了。杨月的住处也被警察翻得一片狼藉。哎呀，听到这个噩耗啊，我虽然知道这是神的试炼熬炼临到我们了，但心里还是特别紧张。想到那天我去过杨月的住处，还敲过他的门，幸亏神保守没撞上警察，不然啊，我肯定也难逃魔爪。真是太险了。哎呀，听说那次抓捕啊，是中共政府全国统一行动的。是，我也是后来听街上的群众议论这事儿啊，我才知道这是全国统一抓捕行动。当时啊，我们市出动了所有武警，在全市范围内排查，疯狂抓捕神的选民。大街小巷都拉了横幅，墙上也贴了各种反面宣传，整个城市啊，都笼罩在一片恐慌气氛中。想到教会里啊，很多尽本分的弟兄姊妹被抓，涉及到的家和教会物品，随时都有被大红龙搜刮的危险。警察还在排查盯梢，这该怎么办呢？我急得团团转。回到家，女儿又指着手机对我说：“妈，你这2天可小心点啊，别出去了。”我一个公安局的客户发来视频说，已经抓捕了70多个信神的人，还在继续搜查。听到这些啊，我更加害怕，心也跟着揪了起来。我心想啊，我和杨月一直陪他尽本分，他的住处我也经常去。现在杨月出事了，大红龙会不会从监控中注意到我呢？要是已经发现我了，那我再出去尽本分的话，不是自己往枪口上撞吗？本来啊，我上班就落下了职业病，身体很弱。要是真被抓了，我能挨得住几下毒打呀？要是大红龙对我严刑逼供，真把我打死了，那我蒙拯救的机会不就没了吗？我满脑子啊，不停地想起
以往视频里看到过弟兄姊妹受酷刑的场景，越想啊，心里越不安，后背啊都直冒冷汗，整个人都瘫软无力，心根本安静不下来。当时我就想啊，赶紧避一避风头，先躲躲再说。可又想到教会出环境后，很多善后工作需要处理。杨月出了事儿，教会工作就得我负责了，需要通知有隐患的弟兄姊妹躲藏，也要及时转移神话与书籍，责任特别重大。要是我不处理好这些工作，神家工作肯定会遭受更大损失。是啊，转移书籍这是当务之急啊，不然一旦被掳，造成的损失可就大了。是啊，要是我自己的财务损失了，还能弥补，但神话与书籍要是被掳走了，给神选民生命造成的损失啊，是没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我要是在这关键时候躲起来，那还叫信神的人吗？那我也太没人性了，我哪还有一点责任心呀？可是这些工作我一个人也没法做好啊。说不定啊，警察已经在监视我了。我要是真被抓走了，那教会里不是更没人配合本分了吗？这时啊，我突然想到，陈慧和张敏两个姊妹比较追求，也能担起责任。不如让他们来处理善后工作，我负责幕后安排就行了。他们也知道我身体不好，应该会体谅我的。这样，既不耽误教会工作，又能让我避开危险环境。这时啊，我脑子里又闪现出上层带领反复叮嘱我的画面，让我和杨月配搭，负责好教会工作。我明知杨月被抓，我应该担起教会的工作，可我却怕危险，为了保全自己，在这种危急关头想躲起来做逃兵，甚至想把危险和难处推给别的姊妹。我这样太自私了，我这是放弃本分，是作恶呀。我突然想到神的话说，怎样对待神的托付，这事太重要了，这可是严重的事。神给人的托付你完不成，你不配活在神面前，应该接受惩罚了。神的话使我一下子清醒过来，我为自己的想法感到懊悔自责。我怎么能把教会托付我的工作推掉呢？我接受神这么多真理的供应，就应该琢磨该怎么尽好自己的本分，环抱神。在教会临到危险环境的时候，保护好弟兄姊妹的安全，维护好神家的利益。可我作为负责人啊，却在紧要关头想做缩头乌龟，把危险推给别人。要是神家物品因着我自私保全自己，遭受大红龙洗劫，那可是难以挽回的过犯呀。是啊，就算我一时保住了安全，可在神眼里，我就是一个苟且偷生的懦夫，是临阵脱逃的叛徒，哪还配活在神面前呀？我要是放弃了神给我的托付，不就是背叛神了吗？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想到这儿啊，我心里难受自责，觉得对不起神，也恨自己怎么这么卑鄙无耻呢？以前吧，我都是为了自己活着，这次啊，我得实行真理，为神活一次。临到这样的环境，也是对我们一次检验呀。是啊，我想到不管临到什么环境，祷告依靠神是最大智慧。我就向神祷告，神啊，我不知道警察是不是已经盯上了我，心里也很胆怯软弱，但我会不会被抓都在你的手中。
我不愿意苟且偷生，昧着良心背逆你。教会里还有很多善后工作需要及时处理，我得尽到自己的责任。神啊，愿你保守我的心，加给我受苦的心志。如果真被抓去打死，也有你的许可，我愿顺服你的摆布安排，绝不出卖身家利益。临到逼迫患难，祷告神太关键了。有祷告才有信心呐。是。祷告后啊，我就找到神的话看。神说：“你不要怕这怕那，无论千难万险，你都能稳定在我面前，不受任何的拦阻，让我旨意得畅通。这就是你的本分。你要忍受一切，为我肯撇下一切，拼命的跟从，付出一切代价。这是考验你的时候。能否献上忠心？能否忠心跟从我到路中？除去你的惧怕，有我做你的后盾，何人能把路行？切记，切记，事事都有我的美意，是我在其中监察。你的一言一行能否行在我的话中？有火的誓言临到，是屈膝喊叫，还是畏缩不能前行？阿门，阿门，阿门。看到神说切记，切记，我心里很感动，就好像是父母在嘱咐自己的孩子一样。别怕，有我在。我顿时啊有了信心和力量，觉得有了依靠。我感受到神希望我不要总活在担惊害怕里，不要怕本分尽不好，也不要怕被大红龙抓捕，更不要忘记神一直与人同在。是，大红龙再怎么狡猾邪恶，也拦阻不了神要做成的事。是，哪怕警察天天盯着信神的人，也破坏不了教会工作。因为一切啊都由神主宰摆布。是，我应该有信心，把自己交给神。赶紧把善后工作做好。这个恶劣的环境，正是神考验我的信心，检验我的真实身量。看我是否能活出命，忠心尽好本分，保护好弟兄姊妹，维护好教会工作。想到这儿啊，我当时就一个意念，无论如何，我都得想办法把眼前的难处给克服，把损失降到最低，尽好我的本分，我心里才踏实。感谢神，感谢神。当我愿意顺服下来，经历这个环境时啊，我没想到陈慧和张敏都不约而同来到接待家和我商量善后工作。看到他们啊，我心里真是又高兴又蒙羞。想到自己之前还想把危险推给他们，就觉得我太自私卑鄙了。我的想法真是龌龊见不得人。虽然我当时也没有通知他们，可在关键时刻，他们为了身家利益不受损失，毫不犹豫的就赶了过来。我心里很感动，也一直感谢神。我就看到是神在主宰摆布一切，神根本就没把难担的担子让我挑。感谢神啊！我们愿意配合，真心依靠神，神就会为我们开辟出路啊！是。之后啊，我们赶紧商量分好各自负责的范围，就立马出发了。我一个人啊，先去了附近的家。杨月之前在这里聚过会，需要通知接待家注意环境。一路上我不停地祷告神，手里撑的遮阳伞也压得很低。很快到了接待家，把消息传达给了姊妹。第二个家需要我和陈慧一起转移神话与书籍，路程很远，一路上到处都是监控，老远就能看到路上有警车来回的开。
我心里又有点害怕，心想警察排查得很紧，要是通过监控认出我，那不是麻烦了吗？那沈华宇书记肯定会被录取，还会牵连陈慧。我坐在陈慧的车后面，把她的衣服攥得很紧，手心也直冒汗。还没到接待家，我心就直跳，很担心旁边有警察在蹲守。我就在心里一直呼求神。这时我想到神的话说：信心就是一根独木桥，贪生怕死难通过，活出性命能踏实同行。阿门，阿门，阿门。神的话使我有了勇气面对眼前恶劣的环境。我就告诉自己，要是在路上碰上警察，就算我把命搭上，也得保护好沈华宇书记。我得有信心，相信神主宰一切。是，不管大红龙多疯狂，如果没有神的许可，他们也不能把我们怎样。是，我心里也不那么胆怯害怕了。我和陈慧同心合意向神祷告，最终顺利把沈华宇书记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我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地了。心里踏实了。是。一段时间后我接到上层带领的来信，说现在环境不好，教会各项工作都处于停滞状态，希望我继续和陈慧、张敏负责教会工作。当时想到教会里的敌基督恶人还没清除出去，他们仍在搅扰，我应该担起这个责任来，把敌基督恶人清理出去，让弟兄姊妹尽快过上正常的教会生活。是。可是环境一点都没有好转，每隔几天就会传来有弟兄姊妹被抓捕吵架的噩耗。后来还得知，大红龙用各种卑鄙手段引诱迷惑被抓的弟兄姊妹，让他们互相出卖。弟兄姊妹不出卖，大红龙就用酷刑威逼。之后又有消息说，我们教会撤换的假带领朱凤被抓以后经不起大红龙软硬兼施的审讯迷惑，没几天就当犹大背叛神了。听到这些消息我又提心吊胆起来，晚上想来想去睡不着，眼前就好像看到弟兄姊妹坐在老虎凳上极度痛苦的画面，又想到朱凤了解教会工作的所有情况，也认识我家，他连神都能背叛，说不定哪天会把我也出卖了。要是我真被抓了，我能承受得住酷刑折磨？要死在监狱里，那不是太惨了吗？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整个人活在黑暗里，对自己该尽的本分心里也没有负担，浑身一点力量也没了。在去聚会小组的路上，遇到有警车开过，我就特别紧张。路过那些弟兄姊妹被抓走的地段，我就提心吊胆，生怕被抓。当时就想要么暂时我先隐藏一段时间，等环境好些了再给弟兄姊妹聚会。可当我这么想时，心里也不安，想到教会的敌基督恶人不处理，他们就会继续搅扰教会，而我如果一直活在胆怯怕死的情形里，不把本分尽好，那也没有善行见证，就成了撒旦的笑料。是啊。我就琢磨，人都有生老病死，我为什么一临到死就这么害怕呢？主要是我太保全自己了，我怕自己信神不能有好的结局，反而还要被大红龙折磨，活活打死，忍受这种极端的痛苦。我才刚信神没几年，
还不明白真理，就这样死了，连吃喝神的话、经历神的做工、蒙拯救的机会都没了，那我信神不就白信了吗？死亡这一关最难胜过，不借着祷告寻求真理啊，看不透这事啊。是啊，我越想越难以接受，于是我赶紧向神祷告，愿神开启带领我，能让我明白真理，对这方面事情能有正确的领受和认识。那应该看了不少神的话吧？其中有一段神话让我很受感动。全能神说，跟随神的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安排，都有神给人预备的尽本分的环境，有人所应该享受的神的恩典恩待，还有神给人预备的一些特殊的环境，还得受许多痛苦，不像人想象的一帆风顺。主耶稣的那些门徒都是怎么死的？有被石头砸死的，有被马拖死的，有被倒钉十字架的，还有被五马分尸的，各种死法都有。他们死的原因是什么？是他们做坏事了，被法律制裁了吗？不是，他们是因为传扬主的福音，世人不接受，反而定罪打骂，还把他们置于死地。他们就这样殉道了。那些殉道的人，咱们不提他们最后的结局是什么，神怎么定规他们的行为，就说他们走到最终的时候，他们结束生命的方式合不合人的观念。如果按人的观念来看，他们为传扬神的工作付出那么多代价，最后被撒旦残害死了，这是不合人观念的。但这些事恰恰就临到了他们，这是神许可的。这里面有什么真理可寻求呢？神许可他们这么死，这是神的咒诅定罪，还是神的安排与祝福呢？应该都不是。那是什么？对这些人的死，现在人想起来也挺心痛，但事实确实是这样。信神的人这样死去，那该怎么解释呢？说到这事，你们就会设身处地地想到自己。那你们心里是不是不太痛快，有点隐隐作痛？这些人尽本分传扬神的福音，应该算是好人，怎么能有这样的下场结局呢？其实他们的肉体是这样死了去了，以这种方式离开这个人世了，但并不代表他们的结局就是这样的。无论他死的时候去的时候是怎样一个过程，怎样一种方式，都不是神对他这个生命，这个受造之物最终结局的定规。这点你得看透。相反，他们恰恰是用这种方式定罪了这个世界，见证了神的作为。这个受造之物用最宝贵的生命，用生命的最后一刻，见证了神的作为，见证了神的大能，来向撒旦、向世界宣告，神所做的是对的，主耶稣是神，是主，是神所道成的肉身。
到他们生命结束的那一刻，他们都没有否认主耶稣的名。这是不是对这个世界的一种宣判？他们用他们的生命向世界宣告，向人类证明，主耶稣是主，主耶稣是基督，是神所道成的肉身。他所做的救赎全人类的工作，使这个人类得以生存下去。这一事实是永远不改变的。那些为传扬主耶稣的福音而殉道的人，他们尽的本分达到什么程度了？是不是达到极致了？这个极致用什么来表现？献出生命。对了，是用生命做代价。人这一生当中，家庭、钱财、物质，这些都是身外之物，唯独与自己有关的是生命。生命对每一个活着的人来说，是最值得人保爱的东西，是最宝贵的东西。他们恰恰能献出他们最宝贵的东西，来证实、来见证神对人类的爱。直到死，他们都不否认神的名，不否认神的做工，而是用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来见证这个事实的存在。这是不是最高的见证？这是最好的尽本分，这是尽到责任了。即使撒旦威胁恐吓，甚至最后要让他们用生命来做代价的时候，他们都没有放弃他们的责任。这就是尽本分，达到极致了。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让你们也用这样的方式来见证神，来传扬神的福音？不一定需要你这样做，但是你得明白，这是你的责任。如果神需要，你应该义不容辞地接受。阿门，阿门。感谢神。这段神的话太好了，我听了心里很受激励。是。受造之物能用自己的生命见证神的作为，这太有价值了。这是最高的见证啊！是啊。神的话让我对死的事看透了一些，明白了临到危险涉及生死时我该有怎样的态度去面对。也明白了我一直以来受死的辖制捆绑，主要是对神主宰人的命运这方面真理不透亮导致的。我虽然信神，读了很多神的话，理论上也明白人的生死是由神主宰安排，但其实我根本没有实际的经历体会。我也找到了我的致命处，我害怕死主要是怕临死前肉体被折磨受痛苦，也怕自己死了没有好的结局归宿。我觉得任由大红龙折磨致死死得太可怜太惨了。特别想到很多弟兄姊妹被抓捕受酷刑折磨，还听到朱峰背叛了神，我就总担心被他出卖，担心自己也有可能会临到这样的摧残折磨，甚至死于非命，心里就特别的不痛快。其实人肉体受的苦不是最大的苦，如果经不住酷刑折磨，背叛神，以后灵魂体受惩罚，那才是最大的苦，是人难以承受的痛苦。是啊。想到以前有的人做犹大背叛神后被圣灵离弃了，他们说难受的就像心被掏空了一样，都不知道以后该怎么活着了，就像没灵的死人，就是个行尸走肉了。是啊。
你说这样活着，比肉体被折磨死不知痛苦多少倍。那种心灵的煎熬比死更痛苦啊。是。我又讲到彼得，他从监狱逃出来之后啊，主耶稣向他显现说：“难道还让我为你第二次钉十字架吗？”彼得听懂了神的意思，知道神为他预备做见证的日子到了，他就顺服下来，愿意顺服至死，献上全人，为神倒钉十字架。彼得知道钉十字架要承受极大的痛苦，但他依然选择顺服神，为神做了美好响亮的见证，羞辱了撒旦。对照彼得对神的顺服啊，我特别羞愧。我一想到死就害怕，就对神有要求，希望自己能没有痛苦的死去，以后还能得着美好的归宿。我这哪有理智，哪有顺服啊？没看神的话之前啊，我不理解真心信神的人为什么会殉道。现在我才明白了，在被撒旦残害、面临死亡的时候，能活出命来，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是最好的见证。是。再说我，因着保全自己，选择苟且偷生。肉体虽然能活着，不受痛苦，但在神那儿啊，这就是背叛神，失去了见证。在神眼里啊，人的灵已经死了，最后还要遭到神的惩罚，这才是真正的死。如果我能活出命来，维护教会工作，尽好我的本分，为神站住见证，羞辱撒旦，哪怕真的被大红龙打死，但灵魂还是在神的手里，还是活着的。就像主耶稣说的：“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阿门。阿门。这时我才认识到啊，自己太悖逆，不愿意顺服神的主宰摆布，也没有活出命来为神做见证的决心。神让我经历这些逼迫患难，是希望我装备明白真理，知道受造之物就应该顺服神。如果有一天神需要我做这方面的见证，我得毫无条件顺服，效法彼得，有满足神的决心。虽然我对神还没有多少认识，但我相信神做的都是公义的，是让人活着或者死去都有神的美意，有神的主宰安排。明白了这些啊，我心里也不那么受死的辖制了。不管接下来大红龙怎么疯狂迫害，自己会不会被抓捕，我都愿意把自己交在神手中，尽好自己的本分。感谢神，感谢神。之后啊，我就去聚会点儿跟弟兄姊妹交通神的话，让大家明白，神是借着大红龙来效力，是为了成全我们。借着大红龙的抓捕迫害，让我们看清大红龙的邪恶实质，能对大红龙有分辨，从心里弃绝它。同时，也是借着这些试炼患难，来成全我们的信心和爱心。现在啊，大红龙疯狂抓捕我们，敌基督也在教会制造混乱，搅扰我们。但我们都要依靠神，在这个环境中坚持吃喝神的话，分辨敌基督，尽上本分，为神站住见证。弟兄姊妹明白了神的心意，也都愿意在这个恶劣的环境当中坚持过教会生活，尽好本分，羞辱撒旦。过后啊，我也反省自己，之前领导环境为什么信心这么小，总自私为自己考虑，到底是什么原因？寻求中啊，我看到神的话说，敌基督自私卑鄙这方面最严重，他对神没有真实的信心，更没有忠心。领导是只保护自己，
保全自己。他认为自己的安全比什么都重要，教会工作受多大亏损都无所谓，只要自己能活着不被抓就行。这些人特别自私，他们丝毫不考虑弟兄姊妹，不考虑教会工作，只考虑自己的安危，这就是敌基督。那对神有忠心、有真实信心的人，临到这类事会怎么处理？和敌基督的做法有什么不同？对神有忠心的人，临到这类事会想方设法地维护神家利益，保护神的祭物不受损失，把带领工人和弟兄姊妹都安顿好，使损失降到最低。而敌基督是先把自己保护起来，不管教会的工作与神选民的安危。当临到抓捕时，就给教会工作带来了损失。敌基督把教会的工作，把神的祭物放弃不管，也不安排人做善后处理，这就等于任凭大红龙把神的祭物与神选民掳去。这是不是变相的出卖神的祭物与神选民？对神有忠心的人，他明知道环境危险，也要冒着危险做好善后工作，使神家的损失降到最低，然后自己再撤离。他不是先考虑自己的安危。你们说，在大红龙这个邪恶国家里，信神尽本分，谁能保证没有一点危险？不管尽哪方面本分，都得担着一些风险。但尽本分，这是神的托付。跟随神必须得担着风险来尽本分。讲智慧是应该的，采取点安全措施都是有必要的，但不应该把个人的安危放在第一位，应该体贴神的心意，把神家工作放在第一位，把福音扩展放在第一位，完成神给你的托付最要紧，这是第一位。而敌基督把自身的安危放在第一位，他觉得其余的都与他无关，不管谁出事，他都不在乎，只要自己不出事就行。这样他就轻松了，他丝毫没有忠心。这就是敌基督的本性实质决定的。阿门，阿门，阿门。神的话句句扎到我心里。神揭示敌基督的本性，特别凶恶、自私、卑鄙，对神没有忠心。临到危险啊，只会选择保护自己，不管弟兄姊妹的安全，只为自己肉体利益考虑，为自己安全考虑，任凭大红龙把神选民与神的祭物掳去。这就是变相的出卖弟兄姊妹，出卖神家利益，就是敌基督所为。是。而我当初能有这些自私卑鄙的心思意念，其实流露的就是敌基督的心情。想想当初杨月被抓，许多弟兄姊妹需要通知，神话与书籍也需要我负责及时转移。可我怕自己被大红龙抓去，受酷刑折磨被打死了，那蒙拯救的机会就没了，就想放弃本分。我做带领，负责教会工作，我有责任保护弟兄姊妹的安全，维护神家利益不受损失。可真当危险临到的时候，我哪里还管别人，只想着自己的死活了。什么弟兄姊妹，什么神家利益，在那一刻都被我留在脑后了。好像他们被抓挨打挨痛，我都感觉不到。神家利益受损了也与我无关，起码我能保住自己的安全就行。我怎么这么没人性，这么卑鄙恶毒呢？对神有忠心的人，凡是会把神家利益放第一位，
是。而我，临到环境，就总想留下本分，躲在幕后，最好不担任何风险，也不会临到任何生命危险。一次次想把危险的工作推出去，让陈慧和张敏做。虽然我没真正做出这些事儿来，但心思意念却很强烈的往外冒。我这种性情，跟低嫉妒性情一样的恶毒卑鄙。其实我已经在作恶的边缘了。幸亏神话语及时的审判、揭示、带领，我才没有做出恶来，否则只会让神恨恶厌弃。认识到这里我才体会到，信神、经历神话语的审判刑罚，实在太重要了。是，你教通这些，我挺得益处，也很蒙羞。这次教会临到抓捕显明了我很多败坏缺少，我也软弱，也胆怯退缩，但我没有根据神的话反省自己，看到在危险的环境中，总是惜命，总想保全自己，很容易放弃本分，背叛神。我觉得自己很危险，我也得注重寻求真理，解决败坏性情，这样才能站立住呀。是。那后来环境怎么样了？大红龙一直都没有停止对教会的抓捕迫害。我们教会一个从外地转来的姊妹，在尽本分时被抓，另一个已经被清除的人员也被抓去，环境还是很紧张。后来我看到神的话说：“你们真恨恶大红龙吗？是真心实意的恨恶吗？为什么我多次这样问你们呢？为什么我一再重复这样的问话呢？大红龙在你们心目中的形象到底如何了？真的除掉了吗？真的不当作父亲一样看待了吗？”所有的人都当从我的问话之中看出我的心意，不是为了激起民愤，不是为了让人反抗，不是为了让人自找出路，而是让所有的人都从他的捆绑之中释放出来。阿门。阿门。神的话说的是大红龙国家就像人间地狱。我没亲身经历大红龙的追捕迫害的时候，神说：“你们真恨恶大红龙吗？”我虽然嘴上也承认，但心里没有真实的恨恶。直到我亲眼目睹了中共迫害信神的人和他残害人的手段，把好端端的正常信神的人无缘无故抓走，酷刑折磨，甚至有的还活活打死，我才从心底里对大红龙这个恶魔恨之入骨。借着大红龙的逼迫残害我才能看清撒旦凶残邪恶的实质，同时也体会到了神的主宰，神的权柄，心里对神有信心了。不管以后临到什么样的环境，我都愿意努力配合，尽到自己的本分。我也不能再做自私卑鄙、唯利是图的小人，而要依靠神，体贴神心意，以神家利益为重，把本分尽好。是，感谢神。随后我就和佩大的姊妹交通，不管环境多恶劣，揭露低嫉妒恶人的事儿不能耽误。交通完，我们就按照原则去落实了。在神话语的带领下，我不再像以前那么害怕被抓捕了，能正常的尽本分。最后也顺利的把低基督开除出了教会。弟兄姊妹逐渐恢复了正常的教会生活，大家都感谢赞美神。太好了，感谢神，感谢神。这次我在大红龙抓捕迫害的环境中没有倒下，没有放弃本分，这完全是神话语带领达到的果效，把一切荣耀归给全能神。阿门。感谢神啊！今天听了你的经历，我感觉收获很大。
对神的全能主宰有了些认识，也看到了我们人的软弱与悖逆，知道了在逼迫患难中该如何经历，才能守住自己的本分，不背叛神。哎呀，感谢神啊！感谢神。神摆设这些环境啊，就是让。